前世我被亲爹杀死，然后我重生了，这一世我要复仇，我要废了这个叫王立国的男人，我要一步一步的把他废掉，让他从一个重男轻女的混蛋变成一个无人问津的废物。29岁那年，我被亲爹掐死了。我亲爹叫王立国，因为我是个女孩，他从小就不喜欢我。爷爷听闻我的出生，也拂袖而去，再也没有来过我家。他们都觉得只有男孩才能给老王家传宗接代，生女孩就是倒了大霉。妈妈因心脏不好没法生育二胎，王立国便总骂妈妈没用。好在妈妈也是暴脾气，她听不了这样的无端指责，常和王立国因此吵架。我5岁那年，王立国下岗了，只能出去摆摊赚点小钱。他在外风吹日晒，怪我晦气。你妈生了你这么个赔钱货之后，老子就运气奇差。丧门星，听到这话，妈妈又会和王立国干仗。我当时年幼，以为父母不和是因为我还天真的幻想，如果我的学习成绩优异，是不是父母就不会再吵架？于是我努力学习，每次家长会我都能得到老师的表扬。可去家长会的永远是我妈。她回来和王立国说起我的优异成绩，她只会撇撇嘴，说自己基因好，可惜没留给儿子。结果他俩又会大吵一架，日子就在争吵中度过。几年后，总想赚大钱的王立国染上毒瘾，妈妈劝诫过他，他却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。老子是赌神，前2天还赢了把大的呢。或许是运气好，那段时间王立国确实赢了不少钱。可这些钱他不给妈妈，自己留起来，也不知在打什么鬼主意。妈妈和他因为钱的事，3天一大吵，2天一小吵。爸爸不为所动，妈妈为了养我，只能含辛茹苦的操劳。这样的日子持续到我小学毕业，厄运突然降临，妈妈在那个暑假因心脏病去世了。母亲去世后，我堕入了地狱般的生活中。王立国再婚了，娶了我的后妈林小丽，她还带着个男孩。这个男孩是王立国的种，他在妈妈去世前已经出轨。王立国赌博赢的钱都花在了小三和私生子身上。爷爷很喜欢这个孩子，还给男孩起名叫王成龙。王立国经常抱着王成龙到处溜达，不管碰到谁，他都特别高兴地显摆：“我王立国的儿子以后肯定有出息。”王立国抱着王成龙那么亲昵的样子，让我既羡慕又嫉妒。我那时觉得自己只能依靠王立国，所以绝对不能让他讨厌。我每天在家都如履薄冰，生怕被他抛弃。好在后妈并不为难我，因为婚后她也过上苦日子，成了王立国发泄和剥削的对象。这个家只有王成龙受王立国的待见。我18岁那年，王立国一身酒气的回家，忽然把我叫住。他坐在沙发上打着酒嗝说：“隔壁村的阿花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挣钱养家了。我养你这么大，花了那么多钱，你现在是不是也该回报我了？你去厂里打工吧，正好把房间腾出来给小龙住。阿花是我的初中同学，她去厂里打工是因为没考上高中。可我不一样，我高3了，几次模拟考试都在年级里名列前茅。妈妈以前一直说希望我可以好好读书，考个好大学，改变命运，这是她的心愿，也是我学习的动力。我知道王立国想要钱，便小心翼翼地对他说：“班主任告诉过我，我的成绩考大学没问题，努力还能拿奖学金。我上大学后课余时间会去打工，钱我都会交给您。等我大学毕业还能赚更多的钱。”王立国琢磨了一番，让我写了个保证书，保证我以后会按月给他钱。他捏着保证书，满意的在沙发上睡着了。那一晚，我左思右想，要离开这个恶霸一样的爹，我只有一条出路，那就是考出去。于是我努力学习，如愿考上外地的师范学院，拿到了奖学金。为了让自己能顺利毕业，别让王立国去学校捣乱，我去做家教，每月给王立国汇钱。大学毕业后，我有了一份不错的教职。我以为我可以摆脱王立国了，自己租了个房子，不再给他每月打钱，我要过自己的日子。可没想到，我不再打钱后，王立国拿着保证书找到了我。他恶狠狠地告诉我，老子欠了赌债，需要钱翻本，你要是不给我，我就让要债的去找你。我有你的保证书。我长期被他迫，虽然有想反抗的心，却又不由自主地臣服。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我27岁。那年，我回老家祭拜妈妈，偶遇了妈妈的旧友。阿姨得知我如今过得这么辛苦，叹口气，她告诉我，妈妈去世是被王立国气的。那天我和你妈去逛商场，遇到了你爸，他怀里还搂着孕妇。你妈跑过去理论你爸犯浑，当时你妈就气得心脏病犯了。我妈是被王立国气死的。她从来都没说过这件事，只说我妈去世是因为照顾我累的。得知真相的我不仅替妈妈感到不值，更愤怒不已。我下定决心，我要和这个畜生断绝父女关系。我辞职去了另一座较远的城市，再也不和王立国联系。可我还是躲不掉。2年后，我和弟弟王成龙在街上偶遇。他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，笑呵呵地抓着我的胳膊：“哎呦，这不是我的好姐姐吗？你原来藏在这里呀！”
今天真巧，看你这样子混得不错吧？你是不是忘记了你还有个弟弟？你那么有钱，也给弟弟花点啊！”在王成龙无耻的笑容中，我看到了王立国的影子。我转身要走，王成龙拉扯起我的通勤包。想到那些年受的委屈，我心里来气。谁是你姐姐？给我滚开！我一边骂，一边用力拽过包，并砸向王成龙的头。王成龙摸了摸额头上的伤口，发现出了血，骂道：“妈的，你这个赔钱货，居然敢打我！”我用尽全力将王成龙推倒在地，随即迅速离开。想起王成龙狼狈的样子，我心里觉得非常痛快。但我忘记了王成龙背后的王立国。几天后的一个早上，我正要出门上班，王立国拿着根棍子冲了进来。他二话不说，对着我就是一顿打。你这养不熟的白眼狼，欠收拾是吧？居然还敢躲起来，还敢打你弟弟。钱呢？这2年你肯定存了不少钱吧？都给老子拿出来！我被他打得东逃西窜，只得躲在卧室墙角。我抱着头，嘴里并不服气。我没钱。你跟你那个儿子都是混蛋！王立国手里的棍子高高举起，我赶紧蹲了下来。这一棍子砸在墙上，我趁机推开王立国，想跑出门外。结果王立国拽着我的头发把我拉了回来，另一只手掐住了我的脖子。王立国的脸扭曲着，如同恶魔。我就这样被他掐死了。这是我前世最后的记忆。之后我看到了一片耀眼的白光，光过去后，我便发现自己重生了。我发现自己身体飞速变小，眼前的王立国逐渐模糊，转而出现了熟悉的场景。我回到了小时候的卧室，书桌上摆着妈妈给我借来的初中课本，窗台边妈妈最爱的兰花飘来花香。墙上的日历显示，我重生回了小学毕业的那个暑假，而这一天正是妈妈当初因为心脏病去世的日子。我懵了，不知为何我会重生。但冷静了几分钟后，我突然意识到我得去救妈妈。顾不上脖子上还残留的疼痛感，我跑出家，来到妈妈出事的那个商场。路上，我看着记忆里的街道场景在眼前掠过，心里涌上各种穿越小说的桥段。到商场后，我转了2圈，便看到了王立国的身影。他的怀里搂着我的后妈林小丽，两人说说笑笑。我跟踪了他们一段，两人上楼时，我在不远处看到了妈妈。妈妈是那么年轻，那么漂亮。她和阿姨正在走过来，然后两人看到了王立国。事情发展和前世一样，妈妈激动地跑过去和王立国吵起来。王立国歪着脑袋犯浑，妈妈在远处捂着胸口就要倒下。我左顾右盼，想找人帮忙。一个正在打大哥大的叔叔被我拽住，我指着远处扶着栏杆的妈妈，让他快打急救电话。谢天谢地，这位叔叔就是医生，他跑过去给妈妈急救，一下一下按压着妈妈的胸口。我焦急地攥紧拳头，泪水无声无息地流了下来。在叔叔专业的救助下，妈妈醒了。身边的阿姨一边哭一边抱着妈妈，而王立国则搂着林小丽在一旁一脸可惜。妈的，命真大！我早就跑到妈妈身边，看到妈妈醒了，我激动得浑身颤抖。妈妈后来被送去了医院，她问我当初为啥会出现，我骗她说是心灵感应。住院期间，王立国一次都没来探望过，更别说照顾妈妈了。妈妈出院第2天便和王立国大吵一架，王立国居然提出离婚，反正你也不能给我生儿子，我回头还得给我亲儿子上户口呢，你别占着茅坑不拉屎。王立国找人鉴定了林小丽肚子里婴儿的性别，确定是个男孩，所以他才口气强硬。但妈妈不同意离婚，她拿起柜子上的鸡毛掸子打过去，你是茅坑吗你还不如茅坑呢！我嫁给你这么多年，你为这个家做过啥？就因为我没给你生个儿子，你就这么对我们母女？想让我离婚是吧？告诉你，没门！王立国没想到妈妈居然不同意离婚，骂骂咧咧地走了。我赶紧跑到妈妈身边安抚她，生怕她又犯病。妈妈喘着气坐下，手里还紧紧抓着鸡毛掸子。你爸想离婚是打房子的主意，这房子在你爷爷名下，离了婚他就会把咱俩赶出去，和那个小三一起霸占这房子。你爸做得出来，你爷爷也不会为咱们说话，他就想抱孙子。我得为你守住这个家。说着，妈妈的眼眶红了。我想起前世妈妈的遭遇的厄运，心里一紧。妈妈不要难过，你还有我。没有爸爸，我们母女俩也可以过得很好。妈妈摇摇头，又激动起来。我凭什么离婚？她急着给那个野孩子上户口，该着急的人是她，我就是耗不死她，我也膈应死她。虽然妈妈这样说，可事实证明，王立国才是真正的狠人。半个月后，我放学回家，发现家里值钱的物件全都不见了。小区里有邻居说是王立国带人弄走的，妈妈马上报了警。可警察却说这属于夫妻矛盾，家里的财物也是夫妻共同财产，公安机关不好干涉。妈妈本来想找王立国算账，结果没找到人，只能气呼呼地回来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有人找到家里，说是王立国欠钱不还，让妈妈还债。妈妈气不打一处来，王立国欠你钱，你去找他呀。找我有什么用？
你看这家里都被他搬空了，我哪来的钱帮他还债？虽然这波人走了，但后来不时就有人上门要债，大门外的墙上也被人用红色油漆写上欠债还钱之类的字。这般景象让妈妈每天都很痛苦。我好不容易拯救了妈妈，不能让歇斯底里的王立国招惹出更多的事端，我怕妈妈会出事。在我的劝解下，妈妈终于答应和王立国离婚。离婚后，我妈第一时间带我改了名字，我跟着妈妈姓，改叫张小凤。为了远离王立国，我和妈妈找了一个很偏僻的地方租住。那几年，我们母女俩过得紧巴巴的，王立国1分钱的抚养费都没有给过。这样的生活持续到我高3，我打算和前世一样，考师范学院，然后趁着假期打个工，缓解妈妈身上的经济压力。没想到王立国不知通过什么方式找上门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妈妈这些年因为独自抚养我，没存下什么钱。她想到我以后上大学开销会比较大，所以悄悄去法院起诉王立国，让他把以前的抚养费补上。没想到王立国趁着调解的机会尾随妈妈，得知了我们现在的住址。发现王立国站在门外后，我不由自主的后退，他趁机进了屋。他在狭小的客厅里四处打量，一看他那贪婪的眼神，我就知道他不是来给抚养费的，而是来要钱的。你现在又不姓王，你那个疯子妈还想让我给抚养费？我看你们小日子过得挺好，也根本不缺钱。这样，你们先给我点，让我去翻盘，我赢了钱一定分你们。我不敢回话。我还记得前世他掐死我的狰狞样子，他现在的嘴脸和杀死我那天一模一样。一瞬间，我对他又恨又怕，唯恐曾经发生过的惨剧会再度上演。庆幸的是，他的话刚起了个头，妈妈就下班到家了。得知王立国是来要钱的，他冲进厕所，抓起拖把就往王立国身上打。你养过我闺女一天吗？口口声声说你是他爹，你倒是先把这么多年的抚养费补上啊！你这不要脸的老东西！妈的，张淑琴，你这个疯婆娘！王立国被妈妈打跑了。妈妈把拖把放回厕所时，脸上汗水和泪水混成一团。我拿着毛巾给她擦了擦脸。妈妈看着我，默默地哭泣。我紧紧抱着妈妈，回想起刚刚爸爸上门的丑态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我可能还会再死一次。无论是重生前还是重生后，爸爸都是在我刚成年时就跑来跟我要钱，然后我29岁时就发生了惨剧。这一世，我不能被他杀害，更不能让妈妈出事。我左思右想，决定不能再躲下去了，要先下手为强。当然，我不能杀掉王立国，那样就毁了自己，但我可以让他没办法再折腾。我想到了我那个同父异母的弟弟王成龙。有儿子之前，王立国想方设法生儿子；有了儿子以后，王立国就开始绞尽脑汁压榨我。要是他们父子俩反目成仇，王立国应该就没有精力来折磨我了。算起来，如今的王成龙刚要上小学，我师范学院毕业后，他就上了中学，我可以成为他的老师。拥有前世记忆的优势体现出来了，我知道王成龙将来就读的学校。带着这个目标，高考后，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师范院校。借着读大学契机，我跟妈妈又另租了房子，搬离了王立国已经知晓的那个住所。我和重生前一样半工半读，不同的是，我把收入用来补贴我和妈妈的生活，而不是给王立国。我还去学了搏击。做这个决定时，我朝妈妈挥了挥拳头，万一她再找上门，我就狠狠教训她。我本来还想拉着妈妈一起学，但她心脏不好，练不了搏击。但她看我每天练得起劲，自己也跑到附近的小公园，跟大爷大妈们学起了太极。说起练太极时的趣事，妈妈的笑容多了不少。他们都说我动作标准，就是现在还不太熟练。有个大爷说练太极对心脏好，很快我就大学毕业了。毕业后，我进入了王成龙就读的初中。我主动要求带出一新生，挑中了王成龙所在的班级。重生之后，王成龙一直没有见过我，他根本不知道我跟他之间的关系。在教室里，我一眼就看到了那个混账弟弟。他歪坐在椅子上，眼里都是不肖、轻视，没有半分对老师的尊重。在王立国的教导下，王成龙还是那个顽劣且不服管教的坏孩子。上一世，王立国就不断给王成龙灌输"你姐姐养你，你妈伺候你"之类的思想，这使得王成龙非常自私，从来不会替别人考虑，更不会在意别人的感受。这一世也是如此。开学没多久，王成龙就伙同几个男生和外校学生相约打架，他想通过暴力来让别人信服他。他长得人高马大，平日里仗着体型优势，他有时甚至能把高年级学生按在地上摩擦。很快，王成龙就成了学校里的孩子王。但他也有遇到硬茬的时候。某日，他又一次跟人打架，对方叫来了校外的混混，结果王成龙被揍得险些站不起来。我假装路过，上前想把他扶到一边。混账弟弟并不领情，他一把推开我："老师，出了学校可别多管闲事。"我脾气也上来了，把他拽到旁边的药店外坐着，看了看他腿上的伤。
要不我直接帮你把腿打断了吧，省得你总惹事。说完我没给他还嘴的机会，直接进了药店。买完药出来，我处理了他腿上的伤，还把每样药物的使用方法跟他交代清楚了。这个药一天最多喷3次，别喷多了。皮肤破损的地方也不能喷，从头到尾都是我在唱独角戏。王成龙连一个谢字都没跟我说。回想起刚刚上药时，他全程咬着牙装硬汉。我突然觉得他本质不坏，只是因为家庭原因没有得到正确的引导。要是他真能跟王立国闹掰，那我不但可以报复王立国，还可以帮这个熊孩子改邪归正。我看他的伤口没大事，便决定先离开。我先回家了，一会儿你自己打车回去。我扔下20块钱后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之后的日子，王成龙还是不时和人打架，我偶尔会假装路过上前关心他。王成龙对我的态度似乎柔和了一些。我琢磨着应该再加点料。为了摆脱自己被害的命运，我也豁出去了。我有个练搏击的姐们，是个大姐大，我让她带我去经常聚集小混混的夜店里逛逛。通过她，我和几个混混成为了哥们儿。我编了个理由，让他们去对付王成龙。这群小混混相当给力，拳脚功夫不差，3天2头就会揍王成龙一顿。他们甚至还嘲笑王成龙，就你这样还敢出来混？街边随便找只小猫小狗都比你有能耐。打架不行，脑子也不好使。你说你这样的垃圾，除了有碍市容还能有啥用？一开始王成龙还会还手，但只要他还手，就会被揍得更惨。后来他再也不还手了，他成了被霸凌的孩子。他的事情在学校里被传开了，这让他在学校的威风一扫而光。我想时机成熟了，我像不知情一样假装关心他。王成龙同学，你情绪很差呀，是最近家里出什么事了，还是身体哪里不舒服？王成龙摸摸脸上的伤，不理我。除了言语上的关怀，我还不时给他开小灶，这是我朋友出去旅游时带回来的巧克力，挺甜的。你们小男生是不是都不喜欢吃这些？你这么高高壮壮的小伙子，老不吭声，是心里苦吗？老师给你点甜。王成龙依旧不言语，但他默默接过了我的巧克力。偶尔我还会问他是不是在外面被大孩子欺负了，并表示要亲自出马帮王成龙讨回公道。有时我还会跟他聊将来，我其实挺好奇你们这个年纪的男孩都是怎么想的。我读书的时候脑子里就想着学习。你那么喜欢打架，是因为觉得打架刺激，还是有其他的原因？比如是希望别人因为你的拳头厉害而畏惧你、忌惮你。我觉得吧，就算你打赢了对方，对方也不会真正发自内心的尊重你。他们看到你就绕道走，只是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罢了。我一直让你们好好学习，其实是希望你们可以掌握学习的方法和技巧，这样遇到感兴趣的事物才会更容易上手。就算是打架、玩游戏，也肯定有技巧嘛。有的人打架厉害，玩游戏厉害，就是因为人家掌握了正确有效的方法和要领。你现在这样，以后遇到感兴趣的事物了，就在一旁眼巴巴地看着吗？只有好好学习，你以后才有资格去争取你想要的生活，得到别人发自内心的尊重。我苦口婆心地说了一大堆，终于听到了王成龙那个。几天后，我发现这小子有了明显的改变，他居然主动向我询问学习的方法。他能把惹是生非的精力都用在学习上，我自然很高兴。看他放学后还在教室里刷题的样子，我知道我的计划已经成功了一半。这学期快结束时，学校突然通知老师要对学生进行家访。这对我来说是次危机，也是次机会。家访前，我做了很久心理建设。王立国就像是会吃人的猛兽，我惧怕他，更担心自己会一去不返。可是我想要亲眼见证王立国和儿子之间到底有没有产生嫌隙，并再添一把火。那天下午放学后，我跟王成龙一起回了家。一边走，我还一边逗他，你想想自己最近有没有惹事？要是一会儿你被家里人教育，我肯定不会帮你说好话。王成龙如今和我的关系今非昔比，他打趣道，你又想炸我？我最近除了上课就是学习，绝对没有搞事情。看着身边已经高出我一个头的男孩，我猜想着一会儿和王立国碰面后可能出现的情况。我不能让王成龙知道我接近他是另有所图，所以在跟他确认了居住的小区后，我主动说出了自己曾在那里长大的事。我记得小区门口还有个小卖部，是一位老奶奶经营的。他们家不仅卖小零食，还有小玩具。王成龙完全没有想过我跟他的关系，只当一切是个巧合，还笑着说那个小卖部现在也在。小区里的人我都认识，但我可以肯定，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你。我叹口气，有些落寞地说道：10多年前，我父母离异，我跟着我妈一起搬家了。我爸不喜欢我，他有了新的家庭，我后来也没再回过这里。王成龙察觉到这个话题会让我不快，没有再继续和我臭屁下去。小区还是和以前一样，稍显破旧但干净。小时候，我因为和邻居家的小孩在花台边玩土，就招来王立国的破口大骂，老子在外面辛辛苦苦的，你他妈的只知道玩。从那次以后，我就感到自卑，很少和别的孩子有来往。在小区里为数不多的记忆都是不好的。
我没再回忆下去，而是和王成龙一起上了楼。在他开门前，我向他确认：“你从小就住在这里吗？”他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后，我故意多看了他一眼，假装欲言又止。王成龙打开大门，让我先进屋。张老师，你先进去。屋里坐着抽着烟的王立国，林小丽则端着水果，刚从厨房出来。看到我的那一瞬间，王立国眼里放了金光，就像是看到了送上门的钱。但他想起了刚刚王成龙对我的称呼，他突然明白过来了，我这个不被他待见的女儿，就是王成龙总是夸赞的班主任。我当是谁呢？原来你就是小龙的班主任。你这样的白眼狼配当老师吗？你们学校领导知道你是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吗？在林小丽和王成龙眼中，我是个尽职尽责的老师，两人都没想到我跟这个家还有如此渊源。我表现出很震惊的样子，并让自己眼中含着泪花。王成龙反应过来，阻拦王立国靠近我。爸，这是我老师，你好好说话。我拍拍王成龙的肩膀，仿佛正在接受奇葩的现实。长呼一口气后，我颤抖着声音说：“我没想到你就是王成龙的父亲。今天我是以班主任的身份来拜访的。既然你不想看到我，那我简单说两句就走。”王成龙比起刚进学校那会儿已经懂事多了，他现在愿意好好学习，这是好事。他之前落下不少功课，追赶进度的过程非常辛苦。在学校里，他有老师和同学的帮助和陪伴；在家里，他也需要来自父母的关心和鼓励。作为父母，除了要花费时间来陪伴孩子之外，还应该多和孩子沟通，了解孩子内心的需求，而不是简单的把孩子扔给学校，扔给老师。父母如果只管温饱，甚至放任不管，孩子很难真正成长。发现我并没有因为父女关系的裂痕而迁怒王成龙，林小丽脸上的表情缓和不少。王成龙听到我的话，也在默默点头。我是真的比王立国更懂他。王成龙一直希望能够得到父母的关注，他跟人打架斗殴，也是希望王立国和林小丽能够多注意他。然而王立国只知道打牌玩乐，林小丽除了出去打工，还得操持家务，他们都没有了解过王成龙的想法。我前世和他们一起生活多年，我很清楚这个家里的情况，所以我的字字句句都戳中了王成龙的内心。但这些话在王立国听来却都是挖苦。他一脸愤怒：“你算什么东西？这个家老子说了算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来管老子了？”王立国一边对我破口大骂，一边还想打我。王成龙一把抓住他的手：“爸，你到底在干嘛？”王立国没有想到王成龙会吼他，短暂的愣神后，他的怒火转向王成龙：“老子供你吃供你穿，你为了一个外人吼老子！”在听到王立国说我是外人的那一刻，我绷不住了。仗着有王成龙护着我，我把心里的怒意全都发泄出来了。你因为重男轻女，所以从来不在意我这个女儿，也不在意我妈。你跟别人有了孩子，我妈因为你做的这些混账事而心脏病发，你连一句道歉都没有。明明是你为了给你儿子上户口才要求离婚，却厚颜无耻的让我妈净身出户。你当初赌博欠那么多的债，我妈帮你还了多少，你还记得吗？你这么对我妈，还算是个男人吗？我小时候发高烧，我妈自己身体都不好，还得大冬天一个人背着我去医院。我输液，她在医院守了我一整夜。那些时候，你这个爸爸在哪儿呢？没错，我现在成年了，也能自己赚钱了，可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既然在你心里我就是个外人，那你干嘛还舔着脸跑来找我要钱？谁给你的勇气？你自己没本事，活该你下岗，活该你挣不到钱，别想赖在我头上。你不是嫌我晦气吗？我今儿索性就把话说明白了，我没有爸爸，我的钱就是捐了，喂狗了，也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，一分一毫都不可能给你。听到我连珠炮的指责，王立国怒不可遏，立马甩了我一巴掌：“老子生了你，你是老子的种，就得给老子钱。”王立国的丑态以及脸上火辣辣的痛感都让我无比恶心，我甚至有了鱼死网破的冲动。就在我打算找个趁手的工具砸死王立国时，王成龙拉着我的手腕拽着我离开了。快出单元楼时，我清晰地听到王立国带着嗓门吼道：“就当老子生了2个小畜生，都他妈给老子滚！”在这样的吼声中，我和王成龙出了小区，坐在小卖部门口。王成龙拿着刚买的冰水给我敷脸。有个女孩牵了个小男孩来小卖部，她买了一包大白兔奶糖。男孩拆开第一颗糖后，喂给了旁边的女孩：“姐姐吃。”年幼的姐弟俩相亲相爱，让我跟王成龙此刻相对无言。隔了许久，王成龙低声跟我说了句：“对不起，我没有说话。”要说我没有一点怨恨王成龙，那就太虚伪了。可我要怪他什么呢？王立国跟林小丽出轨，不是他一个孩子能决定的。况且，就算没有林小丽，还会有张小丽、刘小丽。脸上的红肿显示着我的狼狈，但好在这场对峙我没有输，输的人是王立国。因这场家访风波，王立国和王成龙之间已经出现裂痕。王立国如果真的爱儿子，他就要花费精力去修补父子关系。这样一来，我只要不断离间他们父子，王立国就会一直顾上来折腾我。果然，我度过了一段平静的时光，没想到好景不长。
那天早上我刚到学校不久，接到了林小丽的电话，她告诉我，我妈突发心脏病，已经被救护车接走了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连忙跟学校请了假。急诊室外，林小丽坐在椅子上，手里还攥着妈妈的包。她看到我，赶紧站了起来。你妈妈心脏病发的时候，我刚好在旁边的车站等车。我在她包里找到药，给她吃了，又打了急救电话。我心里惦记着正在抢救的妈妈。林小丽的话，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。好在很快，医生出来告诉我，妈妈已经脱离危险了。送来的很及时，加上发病后很快服了药，现在已经没事了。不过还需要住院观察，家属可以先去办住院手续。精神放松下来的一瞬间，我险些跌倒，一旁的林小丽扶了我一把。妈妈得救了。无论林小丽是出于什么心态，我都发自内心的感谢她。因为对林小丽的感激，我对王成龙更上心了，我俩的关系也越来越好。私下，王成龙甚至开始叫我姐姐。最让我诧异的是，我妈居然也让我在学校里多多照顾王成龙。我不免好奇，你真的一点也不介意了？妈妈拍拍我的肩，神情认真地看着我。之前她妈妈林小丽来医院看我的时候说，她是被王立国给骗了。她那时候跟着老乡到城里打工，结果得罪了客人被开除，无处可去的时候，她认识了王立国，王立国帮了她。当时王立国说自己是单身，他俩才在一起的。后来她怀孕了，王立国跟她说户口被人借走了，过段时间才能跟她结婚。她信了。直到那次在商场外面碰到我，他才知道王立国一直在骗他。我觉得他说的都是真的，我跟他都是受害者。原本我就觉得奇怪，林小丽在王立国面前唯唯诺诺的样子，不像是会插足别人家庭的人。现在想来，倒是和妈妈所说的情况对上了。林小丽的经历让我唏嘘，也让我产生了新的想法，或许我也能拯救林小丽。如果林小丽跟王立国离婚了，她就不用再遭受王立国带来的伤害了。可是，一旦林小丽和王立国离婚，王立国和王成龙彻底决裂，这个老混蛋肯定会来找我的麻烦。我要为了林小丽而放弃眼前的平静吗？我一时很难抉择。在我犹豫不决间，时间匆匆流逝，转眼王成龙已经初三了。开学没多久，学校领导突然找到我，王立国来学校告状了。他告诉我的领导说，我不仅离弃家人，对他不闻不问，甚至还对他动手。而且他还说我借职务之便挑拨他和王成龙的父子关系。好在校领导很明事理，他们知道王成龙的成绩不错，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我的教导。至于我的家事，人家领导也管不着。但王立国的这番折腾还是引起了一些余波。领导提出让我休息几天，处理一下家事。离开学校后，我不敢回家，我害怕妈妈知道我的工作出了问题，她这个身体再去和王立国纠缠会出事。为了别让妈妈察觉到，我便去了一家咖啡厅打发时间。待到平时下班的点，我正要起身离开，手机突然响了。电话是王成龙打来的，他想见我一面。王成龙来了后，直奔主题。我刚回家，我妈告诉我，我爸今天跑学校跟领导告状去了，说你借着老师的身份在报复他，故意教坏学生，想让学校罚你。我妈让我问问，需不需要他明天到学校跟领导说明情况。我没想到林小丽会知道这件事，此刻我更担心妈妈会知道。我眉头一紧，你放心，我妈说阿姨身体不好，这是她能静静处理最好。王成龙的话让我心头一暖，这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母子对待我真不算差。我咬咬唇，终于下定了决心。你想过让阿姨跟王立国离婚吗？这句话说完，我就后悔了。一方面，王成龙正是初三关键时期，应该以学业为重；另一方面，这样的话题对15岁的他来说有些沉重。果然，王成龙抿着唇，沉默不语。我决定转移话题，你回去以后帮我跟阿姨说，学校那边不用管，让她不用担心。记得帮我谢谢她。王成龙还是没有搭话。我在心里叹了口气，刚刚还是太唐突了。虽然我本意是为了他们母子好，但我毕竟和王成龙属于同父异母的奇怪关系。我刚才的话容易让人误以为是别有用心。我决定为自己找补一下。我话还没开口，王成龙咬牙切齿地出声了。那天我拉着你下楼，他转头就把我妈打了一顿。昨晚他打牌输了，回来又对着我妈发火。家里一直都是我妈在操持，他什么都不管，还总是打我妈。我当然想让他们离婚，我也跟我妈提过，可仅凭我妈的收入，搬出那个家后，我们根本活不下去。我从王成龙的眼里看到了他对王立国的恨意和对自己无能的愤怒。他所说的情况也是我跟妈妈曾经历过的。我深呼吸，以过来人的身份对王成龙指点一二：离婚咱们要从长计议，眼下你还是先忙着准备中考。只要你足够努力，有些高中会给中考全市排名靠前的新生发奖学金。如果你多参与各种比赛，拿了好的名次也会有奖励。熬到高考结束，暑假和大学期间你都可以打工，你可以通过自己为家里减轻经济负担。
所以你不必担心家里经济状况，天道酬勤，会帮助自助的人。咱们先攻下第一个山头，中考。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话让王成龙有了干劲，接下来的大半年时间，他拼命学习。几个月后，王成龙顺利考上了重点高中，拿到了奖学金，这让王立国觉得扬眉吐气，家里也安宁了好长一段时间。我以为王立国会就此做出改变，没准不用离婚，以后的日子会风平浪静。可残酷的现实告诉我，我还是太天真了。王成龙高一下学期即将结束时，王立国突然把林小丽狠狠打了一顿。在电话里，王成龙告诉了我事情的经过。我爸现在还常出去打牌赌钱，所以我高中拿到的奖学金都让我妈藏着，不要跟我爸说。我没想到我爸还是知道了，他让我妈把钱都拿出来让他去翻盘，我妈不愿意。他当时喝了酒，下手很重。我赶到医院的时候，医生正在给林小丽验伤。王成龙已经决定让林小丽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，林小丽也同意了。大概是害怕失去王成龙的监护权，王立国在开庭时低声下气地跟林小丽认错道歉。我打人不对，我向法官保证，我以后肯定会改。法院认为王立国虽然做错了事，但他已经知错。本着劝和不劝离的考量，加上王成龙还没成年，需要一个完整的家，法院驳回了林小丽离婚的诉求。我本以为这件事就此结束了，没想到王立国却变本加厉。因为不满林小丽提起离婚诉讼，更觉得林小丽要把儿子给他带走，王成龙又狠狠动了一次手。愤怒的王成龙劝林小丽和王立国分居，还让我帮忙找房子。那笔奖学金并没有被王立国抢走，母子用这笔钱交了房租。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，妈妈同仇敌忾，帮林小丽一起搬了家。林小丽搬走以后，找不到气儿的王立国居然跑到王成龙的学校大闹了一场。王成龙当然不搭理他，见儿子对自己冷淡又疏离，王立国一个没忍住，扇了王成龙一个大嘴巴子。他扇完还怒吼：“我养你是让你吃里扒外的吗？你姓王，是我的种。”王成龙不怕他爸，他捂着红肿的脸回应道：“你什么时候养过我？我是我妈养大的。你这样的人就不配当我爸。”撂完狠话后，王成龙扬长而去。据说王立国那天在学校门口待立许久，他大概没想到自己最重视的亲儿子会如此恨他吧。被扇了一耳光的王成龙，当晚突然有一只耳朵听不到声音了。虽然检查后医生说并无大碍，过阵子就会恢复，但得知此事的林小丽出离愤怒，再次起诉离婚。法官这次没有再相信王立国的辩驳，同意离婚，并把王成龙的抚养权判给了林小丽。王立国终于被孤立了，他处心积虑想要儿子，一场梦做了20多年，如今美梦破裂，一无所有。我跟妈妈还有林小丽母子一起大吃了一顿，作为庆祝。那天晚上回到家，妈妈脸上的笑容都没有消失。她坐在椅子上，一边喝水一边合不拢嘴。这就是报应，在妈妈看来，一切都结束了。可我知道，真正的危险还没有来临。前世我死于29岁，而现在我即将迎来29的生日。前世王立国父子关系和睦，他都可以为了钱而杀我。如今他不仅没钱，还妻离子散，他怕是恨不得能将我千刀万剐了吧。可即便如此，我也并不后悔帮助林小丽母子，他们比王立国更像我的亲人。我甚至像开玩笑一样跟王成龙说，要是哪天我不幸早逝，希望他能够帮我照顾我妈。王成龙勾着我的脖子，笑嘻嘻的：“你是我亲姐，阿姨是我亲阿姨，不用你说，我也会好好照顾她的，别动不动说些不吉利的话。”我也笑，眼眶却不自觉地红了。这次重生，我拯救了妈妈，也改变了王成龙母子的人生轨迹，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，我没有遗憾了。虽然王立国已经孤家寡人，但他不缺胳膊少腿，想要杀我，随时可能动手。好在我的搏击练了多年，如果厄运躲不开，那我就自救。厄运如我所愿来了。过完29岁生日后的某个晚上，我独自回小区时，绿化带里突然冲出一个人影，那个人是王立国。我闻到他身上浓重的酒味。王立国的力量很大，且拿着刀，即便我苦练搏击多年，也落了下乘。他手里的刀不断刺向我，每一下都充满了对我的恨意。生了你，我就没有一天好日子。我左思右想，我他妈倒霉就从你当我儿子老师开始，都他妈是你在捣鬼，对不对？你这个该死的赔钱货！看来王立国已经明白过来，他走到今天这一步和我有关。刀子在我眼前晃动，我几番想要将王立国踢开，都没能成功。王立国拿着刀逼近我，我用双手攥住他的胳膊，但没坚持多久，我就感觉双手要脱力了。此时的我早就汗流浃背，连大声喊叫的力气都没有。就在我以为这次还是会被王立国杀掉时，不远处传来了脚步声。这很可能是我最后的机会，我感觉自己有了生的希望，肾上腺素一涌而出。救命！快来人救我！让我意外的是，来的人竟然是我妈。我妈晚上觉得心神不宁，于是跑到小区里转悠，想迎快下班的我。
他发现我被王立国劫持后，大吼一声就冲了过来。我妈以前在公园里练太极时，曾被一位老爷爷教了2招，危急之时，她下意识地用了出来。王立国竟然被妈妈一下子按在了地上，我趁机迅速夺走了王立国手里的刀子，并报了警。小区里有人听到了叫喊声，凑过来围观。有2名男士怕王立国会再次发疯，过来帮忙用膝盖顶住了地上的王立国。王立国仍不死心，嘴里不断叫嚷：“我要杀了你！要不是你，我儿子怎么会不要我？”人群中议论纷纷，有人险些以为我是拐走了王立国儿子的狐狸精。妈妈看我没事，扭头对着王立国骂道：“你这个连自己女儿都要杀的畜生！”妈妈喘着粗气，她的双手一直在发抖。正在我担心母亲会心脏不舒服时，警察及时赶到，3下5除2就把王立国铐了起来。2个月后，我作为证人出庭指证了王立国，他涉嫌故意杀人。妈妈在旁听席一直陪着我。那2个伸出援手的邻居也作为证人出席了庭审。小区里的监控完整地还原了事发经过。王立国最终因故意杀人未遂而被判处4年有期徒刑。开庭时，王立国不断朝着旁听席张望，我猜测他是在寻找王成龙。然而直到庭审结束，王成龙母子都没有出现。王立国走出法庭时，我看到他耷拉着脑袋，眼神黯淡，他就像颗瘪了气的球，没有半点精气神。王立国终于废了。后来王成龙去监狱看过王立国1次，那时王立国被查出胰腺癌晚期，王成龙去给他办理保外就医。4个月后，王立国在医院病逝。正所谓天道好轮回，恶人有恶报，我当然不会去看他，更没有送他最后一程。对我来说，王立国2次杀害我的经历是我一生的阴影，我永远无法原谅他带给我的伤害。这次的重启人生，我能够存活，靠的是自己的努力，而王立国的倒下，则是他咎由自取。未来的日子，我要好好活下去，让母亲安享晚年。感谢上天给了我重生1次的机会，我不仅救了妈妈和自己，也救了弟弟和后妈。重生的机会，我没有辜负。